好，回到寰宇全世界这个阶段，我们就来看看中美科技争霸的晶片之战呢。根据市场调查公司 Yole Group 他们的最新报告表示，中国大陆呢预计到2028年就能实现半导体制造的自给自足，而半导体制造设备方面，预计到2030年这个国产化的比率将会达到52%。另一方面呢，华为携手中国大陆的 AI 新创智谱，发布了新一代图像生成模型 GLM Image。这个模型呢是基于升腾 Atlas 800T A2 设备，还有呢生思 MySpore AI 框架。它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完全使用国产晶片完成整个训练的 AI 模型。而网络上目前也传着一则爆料的报道指出呢，小米预计在2026年的稍晚就是今年稍晚要发表一款新手机，要搭载的是 X-Ring 02，那同时呢运行客制化的作业系统，并且结合在地化版本的 AI。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的是小米即将继华为之后，成为中国大陆第2家达成完全本土化的中国大陆制智慧型手机品牌。吴老师，您觉得我们从整个大战略的方向来看中国大陆他们现在特别点到说，2028年要实现半导体制造。那因为整个供应链从晶片设计到晶片制造，到最后相关像封装测试，还有就是自动化的就是智慧生产的一些相关设备等于就是一条龙要达到自给自足。对于这个预判，您的看法？你刚刚用那个一条龙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因为中国大陆的确要把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从上游、中游、下游，就是从这个设备软体然后到设计然后到制造一方前端的晶圆跟后端的封装，它整个都要自主建立起来，完全都要在自己手里。因为它如果不自主建立起来，中间的任何一个小的环节被卡住了，都是被卡脖子，让整个这个供应链就会瘫痪嘛，所以它的确是要一条龙。那我们看到你刚刚报道小米华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环节的个别的突破。这边也看到一个泡泡，那边看到一个泡泡，突破起来，也觉得不错。那你刚刚讲的Yole Group 这个应该是一家法国公司，我去年底好像跟他总经理正好碰到面有开过一个会。那他们对中国大陆都很看好。那但是提出来这个所谓说多少年达到什么程度，这个呢不能听了就完全相信，有的时候他预测是准，是预测的，有时候是不准。那不准有2种，一种是其实提前达成，有时候落后达成。那中国大陆的目的，其实在2025，中国制造其实本来是希望到今年，就去年2025结束的时候，自制的晶片75%自给率，可是又因为受到美国这种各种压力没有达成，所以有时候大家预测会准，有时候会不准，这个是不一定的。但这可以说他意愿是非常强烈。那你刚刚讲到整个这个供应链里面，我觉得请观众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设备，因为如果没有设备，你就制造不出来嘛。那中国大陆在发掘这个设备渐渐有买不到的时候，而他过去呢自己的设备商就是这个北方华创还有最近2年才冒出了新凯莱等等过去不行，但这2年进步的非常非常快，而且他也大力去支援这个部分。那这2天我有跟一个事实上是台商了不过他引进日本的器材设备，就是半导体制造设备，跟我分享一些讯息给我，就知道大陆花了很多的功夫在这个地方要加注很多的资金，大基金要投注，所以这个策略是对的。如果设备起来，我能够自己制造，我就能够供给这些晶圆厂制造出自己要的设备，封装厂能够封装最后的晶片。然后你刚刚讲的小米、华为手机等等，这都是最后的终端就有晶片可以用了嘛。所以它整个的流程是这样走。那这个速度呢，到底是2028年的还是30年等等这个看你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但只可以讲就是说，真的是在快跑前进，而且那个意愿非常强大，对，非常强大。所以大致的方向其实都是一致的，只是说时间的早晚而已。对，我是按照你刚刚就从大战略角度，所以我才用大战略角度来讲。如果你以后再提到很多个别的案例的时候，可以从很多个别案例再回头来看这个大战略推进的。这个进度怎么样？而且现在包括连台湾也是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科技产业这边有很多的厂商已经推出所谓的 AI PC， 就是结合了 AI 功能的个人电脑。是。那接下来呢，当然每一个人的终端设备就是 AI 手机这个未来也是科技厂商要突破的焦点。刚刚吴老师特别点到了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呢，中国大陆的晶片研制下一个阶段要寻求的突破点，就是在于设备了。当设备如果能够达到水准的话，它所制作出来的晶片就一定也能够达到水准了。那华为现在推出说要全部国产化晶片，而且是已经推出了国产晶片的 AI 模型小米也说呢，要推出全国是第一部国产，全部都是国产的智慧型手机。这是不是意味代表说在科技上
已经非常清楚了，原则上就是跟美国的科技，我就完全的断链脱钩，怎么看？好，这个上个月我去了一趟深圳我去了一间这个华为的这个展间，结果我倒没有看什么华为的手机，但是我看了一个东西这个是华为的 M9 华为的 M9 智能车。它这个M9 智能车其实我坐进去之后，我真的感觉到一个蛮强大的一个冲击是怎么样嘞？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前面那个仪表面板它完全是用一个3大片的这样个这个多那个显示幕这样连接在一起，让你有置身于这个 F35里面座上的这样一个感觉。那当然，你今天你要做这个东西，其实F35就是这样。其实你刚讲，刚刚做到这个东西，你要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你的晶片变成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因为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全面制裁或甚至于管制的这个情况下，当然最近有个新闻我们看到那个 NVIDIA 还有一个那个晶片，然后那个美国已经商务部已经给了他一个输出许可结果现在反而变成说中国大陆不要了。你说中国大陆不要这个事情这个后面所代表的这个战略意义为何？是第一，今天那个中国大陆已经认为你美国能够提供到 NVIDIA 这个层级的这个晶片，我自己已经能做了吗？还是说我今天我为了要争一口气，像我们刚刚看到你说一台华为这个 M9 这个智能车你说要光是弄这一个3大片的这样一个这个那个多功能显示板，它后面其实所牵涉到这个硬体晶片这个部分数量也相当可观，因为其实你发现我发现中国大陆这个所谓的智能车，也就是这种电动车，它那个车主跟这个驾驶之间这个互动性我感觉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到那种一般的欧美这种厂牌的这个电动车就智能车的互动的这个程度，已经远远超越。所以未来它的整个消费市场上对于 AI 晶片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今天已经能够包含像刚刚吴兄讲的，能够在这个那个制造、封装、测试等等过程中，已经能够达到自给自足水准的话，那你说我干嘛还有 NVIDIA 晶片？是，所以就变成说，这次你可以看到美国宣布这个那个开放 NVIDIA 一款那个降阶的这个晶片给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反而说我不需要，没什么需要。但是当然你说中国大陆做的到底好不好，也没有人知道，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身现在面对是一个非常封闭的这个内需市场，今天中国大陆内部的市场非常大，也就是它的东西往往很多推出一个产品之后，可能整个中国大陆内部大概就消化光了，甚至于你说就是那个一句台湾话常说嘛，就是那个生吃都不够，更何况拿来晒干，对不对？其实他做很多东西很有这样一个味道况味在里面，所以这时候你说他的东西到底跟外面人比较起来好在哪里？也的确那你说在国外市场上能够拿到的样本等等来说，相对来讲，我觉得要能够全面且普遍的观察中国大陆的那个 AI 晶片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的确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大陆在发展自己的这个 AI 晶片以及各种晶片的这个就细晶圆产业上，它所投注的这个资本，然后以及它所希望达到的这个成就，的确它变成是一个国家级的战略目标。而且我觉得未来在15-5或16-5这个计划里面，都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完全摆脱美国的钳制。OK， H200最近被禁用这个事情这个我请胡老师快速 echo 一下。他讲对就是肖伟忠讲对，就是中国大陆拒绝，但是绝对不是一片都不买。那有些民间厂商在某种条件之下可以买，但是摆出这个姿态来就很难涨价至少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也是个压力NVIDIA 就很难再涨价嘛，或者卖起来就会比较困扰。OK， 好，中国大陆现在拼的是全面的自主科技自主化那确实成绩也是有目共睹。市场调研机构IDC 他们有一份最新的报告也显示说，华为，因为我们现在谈到华为，华为呢从2019年被美国实施了科技封锁之后，在2025年成功的重新夺回了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市场的冠军宝座，市占率呢是16.4%。那位居第一名，出货量达到4670万台。至于第二名的是苹果，这个 Apple 呢以4620万台紧追在后，市占率是16.2%。那虽然说苹果受到新机种iPhone 17的系列带动，2025年第4季度的表现非常的强，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出货量大增了21.5%，但是最终销售成绩总的来看还是不敌华为。现在华为重新拿下了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的市场冠军宝座它要凸显跟代表的意义，我们怎么看呢？马老师？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的产品，它这个特色啦，就是它的价格确实在功能类似的状态底下，它是可以比较低的。比如说我把这个就是华为的 Mate 80它的旗舰机，然后我找一个跟这个 iPhone 17做
同级的这个手机，大概两者之间的新台币差价大概是15000块。那你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其实消费者最在乎的就是荷包。所以我觉得在价格的优势上面，华为它会很容易卖赢这个苹果手机。而且这个状态，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去年的这个4670万台的这个华为手机，它赢过苹果，可是这个状态还是在华为被封锁的情况底下，它还是在某一些国家被禁卖情况，它还是个卖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到资本主义的逻辑里面，就是价格它其实决定了很大一部分，价廉又物美，没有错。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其实大家在换手机的时候，大家考量的点就是，开始耗电了，电掉得很快，所以我想换。再来就是上网速度很慢。那我觉得大家 care 的这些东西都差不多。那你通常不会做横向的比较，你只会跟你的上一台手机比，所以后面出现新的永远比旧的好。所以消费者我觉得他在横向的品牌的这个比较上面，事实上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么在乎不同品牌的这个差异，而是跟他自己上一台比哦。那刚才接着就是 H200这个话题，其实中国现在在自制的方向，我觉得是非常明确，不要小看举国体制，他们做出了先前在这个叫做上海辉升就做出了他们的 DUV 这个深紫外光刻机，这除了艾斯摩尔之外没有人做。去年的12月，就2025年，路透社的报道，在深圳他们已经做出了这个 EUV， 就极紫外光刻机的原型机。那我觉得这些是一个很重要的 sign， 就是说全世界除了艾斯摩尔没有人在做光刻机，但中国自己开始自制，现在有原型机了。本来说这个美中之间的科技差异差到可能10到15年，这是拜登时期讲的，可是现在已经走了6年了，所以你会陆续看到它的自制率开始变高，所以。中方对海关说，非必要不要让 H200进来你除非非常必要。那我觉得中方也在打一个算盘，就是因为美国的策略很简单嘛，你快要发展出来，我就卖给你，那你就发展不出来。那我觉得现在他就倒过来操作，就是我就不用你的。然后目的是用我的市场去养我自己的晶片跟整个生产流程，从上游到下游。那我觉得现在慢慢会看出一些成果，包含上海复旦他们做出一种石墨烯的这个材料的晶片，这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都是以矽为主体，但是石墨烯它的导电速度更快，而且它处理热能的效果更好。所以我觉得在美中贸易战的过程，其实它逼着，其实它逼出了中国大陆的某一些自制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应该是不容小觑。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说，未来大家拼 AI、拼科技自主呢，其实由国家主导呢，那中国大陆已经表明了未来厂商所需要的，包括土地，还有呢便宜的电力，国家可以给。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继续来关心的是，根据一项最新的数据这是中国大陆的海关总署在1月14号所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2025年总共出口了62585吨的稀土元素，年增12.9%，达到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而其中呢，2025年4月，为了因应美国所寄出的高额关税，中国大陆将7种重中稀土元素和磁铁列入了出口管制清单，也导致呢当年的4月跟5月出口量是大幅的下滑。但是从2025年6月以来，受惠于中国大陆和美国和欧洲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方的稀土出口量逐渐的回升。目前中国大陆的稀土产业是呈现一个价量齐扬的态势。相比2024年11月出口的均价每吨是$8300，比较起来的话，现在2025的11月最新的统计稀土的出口均价是每吨$9000，涨价了。现在呈现的是一种价量齐扬，是不是代表说中国大陆在短中期内都一样是稳坐全球稀土龙头的宝座但我要问的是说，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稀土可以如此的稳当？这些重要的因素有哪些？吴老师，您怎么看？好，我们要看这个稀土产业，我们把稍微
切割成3个段落，第一个是开采，那开采中国大陆因为本身的蕴藏啊，就地下矿藏非常丰富，所以它有这个优势。第二就是冶炼，那中国大陆在过去10几20年，这网络上有非常多的故事啊，细节就不讲，所以它把冶炼的技术呢推升到世界领先，所以冶炼技术领先的话，技术领先成本就会降低，那最终价格当然就会比较廉价嘛啊，所以这是2个最大的优势。但是大家常常忽略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最近啊，中国大陆把它的国内的这个稀土啊，或者这个相关的矿藏的这个市场秩序做的整顿的比较好。因为我自己因为以前常常去内蒙嘛，所以常常去看这些矿场啊，是有一段时间常常去。那知道那个市场秩序以前很混乱，那甚至走私。那我还看过一次报道说，国外说我们收到了今年看到中国出来了10万吨啊。那中国自己的官方报告，所以我们今天才出口5万吨啊，所以5万吨是走私出去的。那现在中国大陆把这些走私的管道啊，或者整个市场秩序啊，还有乱开采的地下工厂都整顿比较好，所以它就变得比较有秩序。甚至在上个月，现在讲几月？1月，对，上个月吧。对1月份啊，对包头因为设立了这个就是内蒙古的包头这个交易所嘛，就设定了这个稀土的指数。那这个什么意思？就开始我要把市场整顿到开始有话语权、定价权。而不是我只是把矿藏低价做出来，让它便宜都卖给外国，我要有定价权。那这一套呢，其实都是跟西方学来。西方不是有各种什么期货指数啊，各种货物的指数控制市场，包括金价、油价都是。因为这个学习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这也算是一种后发优势嘛。看到你前面人怎么做，我后面就做一样的事。所以我认为你刚刚问到问题说，那西方国家想要动摇中国这个稀土的优势，从我刚刚看，从开采原料到技术的冶炼，然后成本的这么低，还有它现在制度也建立起来，又把市场秩序整顿很好，想要来动摇它或取代它，或者自给自足，我自己估计可能5年之内大概做不到呢。您是看5年以内都？我觉得它的优势至少可以维持。现在因为美国，你知道这个川普信誓旦旦的讲说，我们一定要拿回稀土的主导权了，但是真的是那就从我刚刚讲从原料的开采、技术冶炼还有制度上来看，它是哪个每个部分都要超过它才有可能赶上。确实啊，这个稀土的项目真是千头万绪啊，那非常的复杂的，非常的分门别类，有非常的广大。所以呢，现在就要看美方怎么样在他们的稀土上面，我们来看它的大战略是什么。因为呢，为了对抗这个中国大陆呢，美国稀土开采商啊，叫做 Critical Metals， 他们在1月14号发布了格陵兰 Tanbreez 稀土探钻计划的第一批化验结果。那根据他们的检测报告表示呢，总稀土氧化物还有乙的这个品级是介于0.4%到0.47%之间。这个重稀土氧化物的占比啊是26%到27%左右，这显示什么呢？显示这个矿区啊有进一步开发资源的潜力。日本方面呢，也在1月12号派出了采矿船地球号，那到了距东京东南方1900公里的南鸟岛，展开为期1个月的测试作业。预计呢要尝试从6公里深的海床连续抽取富含稀土的泥浆到船上。然后来看看这个纯度如何，然后呢，接下来开发的可能性到底是多高？好，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大战略呢，那刚才吴老师特别点到了3个主要的项目，一个是开采，一个是提炼，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后端的这些制成品哈。可是老师刚才也特别点到了，您的看法是5年之内这个优势可能很难被打破哈。那我想请教一下马老师，您觉得你怎么看美国的这个稀土大战略，包括它的分工？因为他先前也找了澳洲去合作，但是那个比例上面，还有包括说未来在合作上可能会遇到的挑战，美国不是不清楚，怎么看？我觉得就从专利权的角度中国大陆它在稀土方面的这个专利权是26000个嘛，那美国大概9800个，那日本的话大概是13000多，所以这些国家看起来它的这个在稀土开发的能力，就是技术上面其实还是不及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占它的稀土出口的份额占全世界70%。那也就是它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对，那现在就要看美国你到底是商业开发还是战略开发。如果是战略开发的话，你的这个成本就可以不计，那我就随便来，反正我就目的不一样，我为了安全。但是如果你是商业开发的话，你就要考虑到市场的价格。我认为，因为在市场上有这个独占者，就是现在的中国大陆，所以他要成为第2个竞争者，他会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其实我觉得川普他往格
格陵兰动脑筋，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格陵兰的储量非常高，它占全世界稀土储量10%，这个份额是高的。可是虽然说未来2030北冰洋可能有4到6个月的时间没有冰啊，但是反过来想，它可能还是有6到8个月的时间是有冰的。那你这些稀土要怎么运出来？你在当地开采，这就是非常大的困难。那日本现在说要在这个南鸟岛这附近，其实是水里面啊，大概6000公尺的地方，在海床里面挖，这个成本也很高嘛。而且它在太平洋的将近中间的部分，那你光是这个地方你要工业化，再把它运出去，这成本应该也很高。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真的要合作，我觉得它倒不如跟巴西又离得近，然后不然就是跟澳洲就是它的战略伙伴。我觉得它可能都会比现在找日本去开发海上面跟这个格陵兰要来的实际一点，至少成本比较低啊。那川普也许他的想法是在这个战略安全方面，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偏向商业一点，其实他有别的选择。其实重点就在于说，究竟是从战略安全的考量去想怎么样去开采，怎么样去提炼，还是从商业利益哈？因为这两个真的是不同的。我刚刚马老师也点到一个重点哈，依照美国先前跟盟友的合作经验，钱一定是盟友自己出啦。所以美国也不用担心，反正呢就大家一起开发稀土，然后呢，但是呢，需要的负担，你看日本就日本自己负担嘛，哈，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我要问孝瑋兄，你怎么看未来的整个分工的想定计划？你觉得美国蓝图是什么？我觉得美国当然是从刚马兄哈，就马老师就已经讲到，基本上是希望能够找他的这些合作这战略伙伴，而且他基本上可能是朝向这种所谓的战略性需求，也就是，但是你说要朝这个战略性需求，还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你还是要有商业规模才行啊，不然的话，如果说今天好，中国大陆开发出了，假设说一个那个稀土矿哈那个假设哈，它今天一个单位成本$5，结果你你美国加上了这个日本，然后再加上这个澳洲或者说整所有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盟友链开采出来一个同样的东西，价值可能要$50，甚至接近$100。那这个时候，你对他来说今天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不仅仅是只有这种所谓那个价格优势而已，它其实还有价格优势背后的数量优势。刚刚马老师讲了，中国大陆的稀土占全世界的这个产量70%，并不是代表说今天全世界70%的储量都在中国大陆，而是中国大陆在这过去的20-30年间，对不对？对于整个开采稀土开发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技术，也就是它的精炼技术。因为这些稀土它本身可能就存在在一般的这种矿石里面，但是它的比例很低。但是你如何能够把它从这个比例很低的这个矿石中把它精炼出来，能够作为这样一个商业需求？中国大陆其实在这中，你说它今天把这个稀土拿来当做一个战略物资也好，它其实之前也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那所谓惨重代价，可能是来自于环境的，可能是在整个生产的制产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人因为这个整个高度污染的这个稀土矿生产的产业，然后让很多人失去了健康等等。但至少人家因为熬过了前面那一段，然后今天有今天这样的成果。那这时候你说以美国日本、澳洲来说，相对来说都是非常重视这个人权、人命的这样一个部分。像你说今天美国为什么会搞到这个制造业出走？